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我最近呢看了几则同学的分享，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群啊有3个两岸施工的群，群里面的有几位老师呢为大家服务。特别是有王梅老师啊跟王瑞波老师哈，就每天早晚王梅老师就发就关切的问候啊。每天呢有王瑞波老师把3个群里的这个信息啊，同学分享的信息互相传递，就互通信息。特别前不久大家不能正常观看直播的时候呢，有王梅老师，还有田英老师、韩雪梅等老师就费心就把那个视频变成音频，视频有时候不太好看了变成音频发到群里，也方便大家学习。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几位老师的辛勤的付出你们的付出也温暖了大家，温暖了两岸时空。我选了两则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黄红叶老师就艾特王梅老师说您好，说刚才发现群里多了课程的音频版，说点开一听才知道是您默默花时间把视频转成音频了。这里还有田英老师、韩学梅老师等老师他们共同做的这些事情啊。说这真是太实用了，说这份细心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也实实在在也是受益者。说您总是这样用行动把对我们的用心藏在细节里，真的特别感谢您。也想跟您说一句，您的付出我们都记在心里，有您这样的老师，我们学起来更有劲儿。静好人生，这位同学说也是跟我们某老师讲说，您每天早上按时发各种锻炼方法的音频，早晚爱的提示，让我们知道该学习、该锻炼、该休息了。真的非常感恩，感谢您每一天的这个善举。他艾特王瑞波老师说呢，王老师早安，说每天看到您准时把其他群老师的体会整理好发到群里，让我心里特别温暖。说这些分享就像一盏盏小灯，让我们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少走弯路。说谢谢您一直做我们学习路上的传灯人，有您在这个群里的学习氛围就更加活跃起来。我们会带着这份温暖更努力学习和锻炼，让我们身心健康，从而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感恩感谢您真的在这儿也是非常感谢这些默默为两岸时空付出的各位两岸时空的亲友好了，我们就分享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其实接着是前面来的就是说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说有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是那个纯粹的那个觉知。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说的说在这空间里，我在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着一个袋、一个笔袋儿，有一个勺子或者有个鼠标，放在这儿了。那这个东西呢，就在你的觉知里。还有这个房子，还有里面的树等等。好了，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都拿走。全部都拿走，把这个勺子拿走，鼠标拿走，这个盒子拿走，这个床拿走，这个桌子拿走，房屋都拿走，全都拿走了之后，那个觉知呢，在不在那儿？就剩下它了。你无法把这个觉知也拿走，就所有的一切都没了之后，是水落石出，有一个那个觉知的存在，这是具体东西。你的情绪呢？你这会儿生气了，这个生气你知道你生气了，那会儿呢又高兴了，你也知道你有高兴了，可是那个知道，那个觉知，它本身它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好的东西，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不过在头脑当中你把它分成了这个，对那个觉知来说，他是知道他是这个样子，他是那个样子，他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丑，也没有美。就简单的说，它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任何东西在这儿都可以反映出来。可他自己呢，对他没有评判，并不是说这个人长得好看，你多照一会儿；那个丑，我不让你进来，没有这样的做法。就在所有的一切看得见的、摸得到的，
我们人所能理解的常态的这一切都拿掉之后，有一个那种觉知的，我们把它命名为觉知的这个东西的存在。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超越了你的思维，比思维更深的存在。我们现在再仔细的分析一下它为什么它比思维更深的一个存在。那么思维是什么样呢？大家注意思维它有它的特性，它的大脑的活动是连续不断产生什么念头、想法，有分析、判断、对比、回忆、想象等等，它是一直不停的在这样。所以思维它的内容是很客观的，是很具体的，想一个什么事儿就什么事，想一个什么思想，它很客观。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它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二元性。一样思维总是会什么拿一个来去比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比另外一个，说你拿你过去已经在脑子里面有的那个东西作为参照，参照什么呢？看后面来的东西。那更明显的就是一想，这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哎，这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那是过去的，那个是未来的。哎呀，大家想是不是？你只要有思维，往往就是二元性，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立的。而且这个思维呢，它是依赖什么呢？过去你的记忆，还有什么呢？未来那个规划。它一般来说停留在过去和将来，很难得。同时，这个思维它还有什么呢？它必须依赖一个工具，这工具是什么呢？语言。你想东西，思维要表达一个东西，就需要用语言去表达，哪怕是你内在的声音，或者说要形象。所以逻辑思维或者形象思维，它必须依赖这样两个方向，要么是语言，要么是图像。有的人擅长逻辑思维，有的人擅长形象思维，它必须依赖这样的所谓的工具。大家想想，思维是不是基本就是这样？当然它还有很多特点了。那么觉知呢？纯粹的觉知不一样，它是比思维更深的那个背景。思维是有内容的，但是觉知是容纳这个内容的什么无限的空间。它不是说你想什么，而是那个能知道想什么的那个本身。思维是有内容的，那个觉知是没有内容，它是一个背景，但是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觉知之中。而且这个觉知，它是比思维更早的那种存在。觉知可以说它先于思维，就是说你必须先有这个觉，你在这个觉知，你才能够能知才能表达。你没有知，你怎么去表达呢？去思维呢？你知道，然后才去思考，才去表达。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觉知和思维相对立的什么呢？思维是有二元性的，这个觉知嘛，它没有二元性，它就是整体的，它不分对错，不分好坏，它就是如实的反应。像王阳明先生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所以那个觉知的存在是超越了什么呢？超越了思维，或者是比思维更深的。说有善有恶一之动，有善有恶，到前面来就思维了，就思维了。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要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就是我一边说的时候，我希望咱们一些老朋友你也就感觉有东西，它比思维更深的一个存在。其实你这样去想它，你已经不是它了。但是我们开始，你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理解它。你或者说再做一个小比喻吧，思维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我们讲那个放电影那个屏幕。思维是屏幕上的什么呢？不断放的那个电影各种故事，不断的变化角色，有炮弹炸呀，有刀捅啊，你看那些搞那些东西。
但是电影放完了之后，那个屏幕怎么样呢？它没有变，屏幕没有因为电池光一炸它炸掉了，是不是？它没有。那个纯粹的觉知啊，就是好像那个屏幕本身，屏幕本身，而那些思想呢，是屏幕上播放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我们往往就把那个觉知更深的觉知忘掉了，只是把自己的全部的精气神迷放到或者迷失到那个播放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上面去了。那我们锻炼就需要怎么样呢？要找回这个觉知，要找回这个觉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觉知啊，它是无限的，那个思维它是有限的。这个思维一会儿有，一会儿可能没有，那个觉知是永远都存在的。因为思维是中断的，觉知是一直都存在的。比方说睡着觉了，思维停了，可你那个觉知在。你醒了以后觉得呀，昨天睡得很好，你怎么知道睡的？你觉知在那，但你思维那时候停下来了。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要慢慢学到什么呢？要从这个思维上穿透思维，回到那个更深的那个觉知上。我们站桩往那一站，我是站在觉知之中的，就像前面讲过那一刻，鱼在水中，人在桩中。这个桩可不单是这个动作，在那个庄重的宇宙虚空的那个觉知之中，你一站，我不是站在有形有相的三维这个世界里这个房子没有，就是一种觉知。怎么找这个觉知呢？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很多次，比方说一激灵，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个觉知里了，就在那觉知里。这个觉知是整体的，你刹那你或者说平常你闭着眼睛待着，但你听周围的声音。但是呢，你别给声音贴标签，比方你在这儿听什么声音？外面有汽车的声音，有鸟叫，那是汽车，那是鸟叫。好了，你到哪儿？到思维上去了，去分别了。这是车，这是鸟，这是猫，这是狗，你再分别了。没有分别，听到声音只是纯粹的感觉声音本身，感受它的震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注意到有一个正在听的那种感觉，没有头脑的分辨，就你在听。那个听是什么呢？那觉知通过耳朵去运作，去感知外面的信息。只是有一个东西在听，就是单纯的听，而不去想，这是什么声音？这是谁的声音？呀，这怎么我做这锻炼？你闹那么多声音干什么？你跑思想上，思维里，比思维更深。当你走到比思维更深的那个存在的时候，外面就没有东西干扰你。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平常你总觉得有人在干扰你，因为你在那个干扰的频道上，你一动就把你干扰了，你从那个频道都下来了。说向内扎根嘛，那天讲往内扎，你扎到里面去了，你不在那个频道上，你不在思维的这个框架里了，你到那个觉知里去了。那在这里面再怎么波动，对你没有影响了。但是我分享自己的这种感受啊，就是一旦你在听，但不着在那个声音上，而且也不去想，这是什么声音？一想声音到思维里去了，
就是一种感觉。在听，谁在听？哦，你听那个听，就像那个赏月，用耳朵去听月光，是听月光吗？是听自己那个听。听声音可以这样去练，观察你的念头也可以，念头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你不去分辨它，就是觉知哦，觉知念头来来去去，它背后的那个背景。对，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哎呦，一弄，哦，是谁在听？当你在听，有谁在听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和声音之间就有了距离了，你没有迷到里面去，有距离，哦，那个觉知就显现在这儿了。我不太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从思维往下一跳，或者不是往下跳，就一深入到觉知之后，那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想一想，平常我们所谓的很多烦恼，所谓的很多痛苦都在哪儿呢？说你别想这个事儿了，越想越痛苦。哎，但是有人就要去想，就是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这个想，头脑里面的，在思维里的，都是那个我在起作用。所谓这个我，就是我要怎么样，后天这个我了，这个小我，哇，你跟说我干什么？你弄我怎么，你怎么伤了我的？怎么了？我在那个思维里，他不停地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停地想，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对不起我，你看都在想，所以很多问题的展现，问题的出现，都是在哪儿的？因为有思维，而只要有思维，它往往就是对立的，都是狭隘的，只是站在自己的一个角度上，自己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去考虑问题，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必然的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如果你从思维，有一个东西比思维更深的存在，是那个纯粹的觉知。你一到这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那个问题怎么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吗？是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真正有这样的问题呀。而且就想，哎呀，我造那问题干啥呢？真的是这样。你到那个觉知那个状态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无限广博的那个虚空，无限广博，在那种非常广博的那种意境之中啊，平常我们很多人容易计较算计的那些小事儿，真的一下就可以说不当回事，不算个事儿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你真的回到那个觉知，你就从痛苦之中，从烦恼之中，从麻烦当中怎么样抽身而出？你不在那个层次上，不在那一班上了，就不一般见识下来，走到更深的那个维度上去了。而到这儿之后，头脑那些思想的东西就不能干扰你了，因为你和它分开，你有距离的分开。那不是，那只是我的头脑，头脑只是一个器官，它在用这些信息在思考问题，但它不是我在这儿呢，我比它更深的一个存在。等后排座也好什么，我的更深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了内在的宁静，内在宁静自然就有了。怎么才能宁静？这就宁静下来。当你真正从那个思维的里面抽身出去，到更深的那个觉知里面之后，那个纯粹的觉知，刚才讲了，说你没有痛苦烦恼了，从那解脱了，更加宁静了。大家想一想，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了。你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呢？被各种念头牵挂着的嘛，计较挂碍的太多了。谁计较挂碍太多？那个思维啊，是你从那儿一出来之后，你真的能感觉好像身上的枷锁就没有了一样。
就变得真的有那种真正的自由。往往在这个时候说定能生慧，你就会有智慧。不是说这个智慧一定要怎么样，就你就能够比过去更好的解决生活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能够智慧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会变得不一样了。说人的整个生命生活呢，它就变得不一样。我们这样讲，说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并不是说思维就不重要。大家注意，思维是人类宇宙进化到人类才有的这样一种非常精妙的我们人类的工具。我们的各种发明创造，各种东西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思维。但是如果我们错误的把它当成是我本身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工具的奴隶。本来是我们用思维的，结果我们成了它的奴隶，成了大脑的奴隶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而纯粹的觉知才是我们更深层的那个本质，更深的。哎呀，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完成这个什么呢？认同于内容，认同思维，对思维的这个认知，从这个认同中解脱出来。我们的心要安住于背景，安住于那个宏大的那个觉知。宏大的，不管科学如何进步，然而有一个最根本的进步，根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要安放好你的心灵。说你要安心，安心。就科技的发展进步，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各方面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进步，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还是为人服务。为人服务，最根本的为人服务是什么呢？就让人这颗心要安下来，叫安生命。你要安下这颗心，不能让这个心失去了主宰，成了思维的奴隶，成了欲望，证明着这些东西，你的心灵成了他的奴隶。而且嘛，无论如何思维，我要知道在思维的深处，或者说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呀，真正的觉知。大家注意，只要有思维，就有了我你的分别，而真正那个觉知的时候，它是宏大的，是整体的，是整个人类都是相同共通的。我这一觉知是整个虚空，他一觉知是整个虚空，那是整个人类的根，人类的本。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领会到什么？我跟社会，我跟每一个人都是平等，都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人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爱他就是爱，因为你从更深的那个层次，从觉知的那个层次上，都是一体。或者说那个根本的虚空，那个觉知是每个人的根。我们从这儿长出了，这个人，马上我忘了那个根是相连的，只注意上面是不同的，那个思维是不同的，那个根是一致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忘了这个本，忘了这个本之后，只注意这个末梢。好，这个末梢天天争，天天斗，天天打。当每个人都这么去修炼，都这么认识，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每个人都下来了，那么外面那个争斗，自然而然的就烟消云散了。对我们每个人具体的人来说，就刚才讲了一个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宁静，也有了什么生命的智慧。好，待会儿我们在站的时候往这一站，有一个比身体更深的存在，东西拿走了，它在那儿。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当思维都踢走之后，那个觉知还在那儿。当然你站着站着，那个思维啪又来了，没关系，来了就来了，它来了也是在我的觉知中来的，又回到觉知中就好了。
好，我们站起来练啊。好，放松。脚分开，两臂慢慢上来，抬起的不是肉体的胳膊，而是无形无相的觉知，是安静。身体胃下的有一个超越肉体、超越我们可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存在。那个存在比觉知、比思维更深。没有评判，没有分别，只是觉知，比思维更深，那个纯粹的觉知。你是站在这个觉知之中，你就是纯粹的觉知。
思维更深的存在，一个纯粹的觉知。保持这种觉知，百会上临，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两手分开，安静。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存在，超越了身体，超越了头脑，很深很深。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比思维更深的存在。向上捞起，齐平。肩平，到点无限虚空，停留一个呼吸场。慢慢下落。
额头、面部、比思维更深的存在。胸、指腹、腹龟、婴儿、腹与足面、下上体、下上体、下上体，转掌，颈椎的后侧向上，你们点额、手向前，到肚脐，点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安静。今天说的是有一个比思维更深的那个存在，纯粹的觉知。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这种纯粹的觉知。
生活中，比方说有的人遇到事儿就毛糙了，他的思考呢很肤浅；有的人呢，就能静下心来，深入的思考。那个冷静下来、深入的思考，就比表面上那个思考要更接近本质，更接近真相。平常说，哎呀，你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好好想想，深入思考。那么那个深入的思考，就比肤浅的那个思维，更深了。那是穿过思维，比整个思维更深入的，没有思维，只有觉知的那个状态，那会给你带来更深刻的这种变化。从肤浅的思维到深入的思维，到超越头脑、超越思维，成为那个纯粹的那种存在，那种觉知。锻炼向内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反观内视，是吧？内求，从纷繁复杂的外面的思维，到深刻一点的思维，再深刻，再深刻，最终穿破思维，到那个纯粹的觉知。也少了很多烦恼痛苦，少了很多麻烦，获得了更深的宁静和自由。平常说你就不内耗了，内耗就在头里面好，超越了头脑，纯粹的觉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再坐一会儿，再去琢磨感受，不是头脑中能够想象，哎呀，这个超越思维的存在，比思维更深的那个纯粹的觉知。